原主年薪100万，却只因爱好钓鱼，买了一根2000块的鱼竿，就被吸血20年、极尽挥霍的妻女所不容，花重金雇佣混混麻袋套头，拖进巷子，活活打死。重来一世，我意外穿越进了原主的身体，还获得消费10倍返还系统，花钱就能暴富。原主任劳任怨，却结局惨淡。这一世，我要活成所有人高攀不起的样子，不让任何人再花我的1分钱。兄弟们，给我往死里打！雇主说了，不用客气。真是心狠啊！雇主不是他老婆和女儿吗？管他干嘛，反正钱到位了。再次睁开眼，我只感觉浑身疼痛，脑子一片空白。我明明救助溺水儿童，耗尽力气，最后没能游上岸。今年才大学刚毕业2-3年，婚都没结，哪来的妻子和女儿？我强撑着走出巷子，街边的橱窗映出一张满是哀愁的中年男人的脸。下一秒，海量记忆狠狠涌入我的大脑，我穿越了，穿到了平行世界。这个和我同名同姓的44岁男人身上，无数记忆在我脑中闪过。他给女儿办生日宴，自己连一块牛排都吃不上，只能啃隔夜剩菜。他给小舅子装修婚房，忙了一整天，赶到酒店只看到一桌残羹剩饭，还要被妻子埋怨办事不力。月薪10万的他，连给自己花2000块都要偷偷摸摸。可妻女不仅挥霍无度，竟然还因为他多花了一点钱，就要置他于死地。妈，爸都40多岁的人了，不好好工作就算了，竟然还偷摸着去钓鱼，一个破鱼竿就要2000块钱，家里每个月都要还房贷、还车贷，下半年我还要出国留学呢，真是太自私了。妈妈正在美容院做按摩，一边漫不经心说道：“放心，妈已经叫人堵在他钓鱼的必经之路上了，看这个废物以后还敢不敢去钓鱼。”来到街边，我掏出原主被混混踩碎屏幕的手机，拿到手机维修店准备维修，店员头都没抬，只蹦出一句：“300块。”手机坏了，要修好才能付钱。记好了啊，要是敢逃单，就报警抓你。等修好手机，我接过手机，正准备付款，才发现微信里银行卡全被解绑，只剩妻子给的亲属卡。本月1000的额度就只剩下300多块，我用全部的额度付完300块维修费，不到5秒，妻子苏婉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不就破了点皮吗？怎么还要上医院花钱？对自己老公的死活不闻不问，花300块钱，她倒是追得比谁都紧。我没跟她废话，直接挂断电话，顺手拉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突然毫无征兆地响起：“丁，系统检测到宿主有一笔用于自身的消费，现10倍返还，请选择接收渠道。”看来我不仅穿越重生了，还觉醒了消费返还的神级系统。我立刻选了微信余额接收，下一余额返还成功，3000块准时到账。为了验证系统，我转身找了家便利店，买了2盒高端巧克力，花了2800元。先生，这巧克力很贵的，确定要2盒吗？买就是了，不差钱。丁，余额返还成功。付完款后，系统果然再次触发，28000元瞬间到账。我拿着钱又转身进了旁边的手机卖场，直接全款拿下一台28000元的首发顶配手机。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，我的微信余额直接涨到了28万。来到商场外，路人看着我的手机投来羡慕的目光。那对母女平时最见不得我花钱，可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。我随便点开了一个直播间，直接打赏女主播30W 礼物。系统的提示音准时响起，300万全额返还。我看着手机上显示的余额，转头就进了附近的劳力士门店。销售小姐姐热情地上前接待，我指着柜台里的2块腕表，告诉她我就要这2块，一块绿水鬼，一块白蓝金水鬼，总价93万。我付完款的瞬间，系统再次触发，余额返还成功930万全额到账，微信的余额直接突破了1000万。短短1个小时，我从仅有几百块生活费的社畜变成了手握千万的富人。就在这时，快递员打来电话，让我去取个快递。妻子花大价钱定制的爱马仕包终于到了。下午4点，我回到小区的豪宅，快递员却告知快递已经有人拿了。拿了？谁拿的？你家里门开着呢，我就把快递放进去了。原主妻子在外地，女儿还在上学，这时候家里还会有谁？我刚来到家门口，发现门果然开着，2个穿高端奢侈品养护机构制服的陌生人正坐在客厅，给苏婉和林念熙买的包包做全套深度养护。这些是苏婉和林念熙捧在手心的宝贝，小到几万块的入门款，大到几十万的全球限量款，堆满了客厅的茶几。光是这一次的养护费就抵得上原主大半年的生活费。在这个家里，这些冰冷的皮具都比我这个活生生的人金贵。回想起昨晚发生的一切，
原主年薪100万，连给自己花2000块买根鱼竿都要被他们雇人套头殴打，可他的妻女眼都不眨就能砸6位数买一个包。2个养护师见我脸色阴沉，连忙收拾工具溜出了门。我转身从客厅走进次卧，眼前的一幕彻底点燃了我胸腔里积压了20年的滔天怒火。原主在家里连一个自己的衣柜都没有，仅有的几件换洗衣物也被随意扔在了冰冷的地板上，就为了给这些包腾一块干净的摆放区。苏婉和林念熙不仅不觉得有半分不妥，还会指着我的鼻子骂，说我一个大男人连个放包的地方都不肯让，骂我小气、自私、没本事。这些原主都忍了，可我不会。我抓起桌上的金属拆箱刀，抬手就划开了衣柜里那只新的限量款爱马仕包，精致的头层牛皮被划开成口，丝绸内衬被我扯得稀烂，镶钻包扣被我狠狠掰断扔在地上。我转身回到客厅，将那数十个名牌包挨个划烂剪碎，在我眼里，这些全都是西原主血的破烂。我把剪得稀碎的包块尽数扫进垃圾桶，看着满地狼藉，只觉得堵在胸口20年的恶气终于彻彻底底吐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同小区的邻居赵哥打来的。我一接电话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。我家妻女的2辆车又占了他的车位，让他的车根本停不进去。我下楼跟赵哥道了歉，告诉他车钥匙不在家，今天一定让他把车停进去。我转身去了保安室，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把拆墙用的大铁锤。4月1日，地下停车场，赵哥见我扛着大铁锤回来，吓得嘴里的烟都掉在了地上，连忙劝我别冲动，他把车停外面就行。可我这铁锤既然举起来了，就没有再放下的道理。我举起铁锤，砰的一声，狠狠砸在了宝马越线的车头上，一下又一下，直到越线的车头彻底砸扁。这辆45万的新车彻底成了一堆废铁。围观的保安和邻居都看呆了，赵哥更是整个人都麻了。我没有停手，转头看向旁边那辆越线的奔驰，赵哥赶紧拉住我，说现在车位已经能停进去了。可我一把甩开了他的手。今天我必须给赵哥一个交代，也必须给那对母女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。我又是几锤下去，这辆60万的奔驰也彻底宣告报废。2辆车越线的部分全被我用铁锤砸回了线内。我转头看向赵哥，一脸诚恳地告诉他，现在可以停车进去了。2辆车越线的部分全被我用铁锤砸回了线内。我转头看向赵哥，一脸诚恳地告诉他，现在可以停车进去了。我去到酒店，刚盘算好晚上去哪消费，手机就响了，是苏婉的弟弟苏浩打来的。这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小舅子打电话来，除了要钱没有别的事。我直接挂断电话，可他很快发了个语音，让我给他转2000块，请朋友喝酒。我气笑了，真把我当一辈子的提款机了，要钱都这么理直气壮。我突然计上心头，给他回了电话，说自己明天有一笔10万的奖金到账，你姐苏婉还不知道。电话那头的苏浩立刻从一开始要2000，直接狮子大开口要5万。我顺势给他挖好了坑，让他今晚随便去玩，不管消费多少，我明天一早过去给他买单。贪得无厌的苏浩果然上钩，选了本市最顶级的会所，准备让我大出血。我挂断电话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我不仅要让他今晚花个痛快，还要让他知道不是什么人的钱都那么好拿的。砸车的事过后，我正准备离开小区，保安队长小跑着出来，点头哈腰的给我递烟。以前都是我主动给他递烟，如今我不过是露了点锋芒，所有人的态度都变了。我没多理会，转身进了小区门口的安防店，买了3个高清智能摄像头，分别装在了客厅、厨房和书房。从今往后，这个家里发生的所有事，我都能第一时间掌握。刚调试好监控，手机就收到了苏浩发来的照片。先是天上人间的会所门头，再是304包厢的大门，最后是满包厢的陪酒小妹，配着语音，让我明早9点前记得去买单。他完全没怀疑我会放鸽子，毕竟以前的凌晨对这家人从来都是有求必应。我冷笑着回了2个字：好的。随即打车直奔天上人间。这里的会所门前停满了豪车，我走进去，直接开了202，对面的205包厢。坐在包厢里，我随便吃了点东西，就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。第二天早上8点，我准时醒来，扫码付了88000的包厢费，系统提示音准时响起，88万全额返还。我的余额依旧在1000万以上。我透过包厢门的玻璃窗，看着对面的202包厢，陪酒小妹陆续走了出来，苏浩和他的狐朋狗友也晃悠着出了门。没过多久，我的手机就响了，是苏浩打来的。等了一整晚的好戏终于要上演。我看着不停震动的手机，既没接也没挂，就这么故意吊着苏浩，直到他第5个电话打进来，我才不紧不慢地接通。姐夫，你怎么才接电话？你的奖金到账了没？我在开早会呢，奖金还没到，再等等，9点一定能到。挂了电话没一会儿，苏浩就把账单发了过来，整整99600，
刚好卡着我之前说的10万上限。这货是真把我当冤大头，一点都不带装的。9点整，我看见服务员敲响了对面的包厢房门，苏浩的电话果然又打了过来。我继续用财务没来的借口拖着他，听着他在电话里从焦急到愤怒，心里只觉得可笑。9点半，会所的3个服务员直接推开了202的房门，脸上没了半分客气。2个服务员直接守在了门口，把苏浩困在了里。苏浩的电话和消息疯了一样发过来，我全当没看见，就这么晾着。直到10分钟后，我才慢悠悠接起电话，告诉他财务还堵在路上。听着他带着哭腔的哀求，我没有半分心软。10点整，会所的领班带着5个黑衣壮汉走进了202包厢。没过多久，苏浩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，声音里满是惊恐，已经快吓尿了。我依旧不紧不慢地给他画着饼，直到10点半才终于收网。刚刚收到消息，公司的财务卷款跑路了，你自求多福吧。电话那头是死一般的寂静，随即就是苏浩气急败坏的怒骂。我直接挂断电话，顺手拉黑。听着对面包厢里传来的求饶和惨叫，心情是无比的舒爽。我在包厢看着对面苏浩被领班一脚踹倒在地，几个壮汉围上去拳打脚踢，就连昨晚的陪酒小妹都气冲冲的赶来，对着苏浩连扇了好几个耳光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弹出了家里监控的预警提醒。我点进去一看，苏婉回来了。好戏一场接着一场，我饶有兴致地盯着监控画面，看苏婉提着购物袋回了家。她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找那只6位数定制的爱马仕包，里里外外找了一圈没见踪影，只当是养护人员收去做深度护理了。她瘫在沙发上，随手给闺蜜打去电话，谁知道她一开口，满肚子都是对我的算计。这次我非逼凌晨把他爸妈留的商品房过户给我弟当婚房，还有城中村那套老宅也得过户到我和念希名下。他敢不答应，就别想踏进这个家门半步。我轻蔑地勾了勾唇角，算盘打得倒是响，只可惜我早就不是以前那个窝囊废凌晨了。就在这时，苏婉挂断了电话，起身要去衣柜找她的宝贝包包。新的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。苏婉挂了电话，直奔次卧去看她新到的定制爱马仕。推开门的瞬间，她看到满地狼藉，整个人瞬间僵住了。次卧的衣柜敞开着，无数的名牌包被划得稀烂，她疯了一样扑过去翻找，嘴里不停念叨着她的限量款，直到指尖在碎片里摸到了她给6位数定制的爱马仕。苏婉的脸刷一下惨白如纸，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她瞬间疯了一样扫飞地上的碎片，趴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我通过监控看完了全程，只觉得堵在胸口20年的恶气终于出来了。这时女儿林念希的电话打了进来，我直接挂断拉黑，世界瞬间清静。会所包厢里，苏浩终于扛不住酒局的催战，哭着喊着要给姐姐苏婉打电话求救。我收起手机，起身走出包厢，还顺手把苏浩昨晚寻欢作乐的照片全转发给了他即将结婚的未婚妻。我转头去银行办了张新卡，并注销了所有旧卡。20年无底线的供养和讨好，从今天起彻底一刀两断。而对此一无所知的苏婉，刚哭到力竭，就接到了弟弟的求救电话。他急冲冲打车赶往会所，看着被人围堵、鼻青脸肿的苏浩，他心疼的不行，当场掏出卡就要刷卡结账。你们给我住手！钱我有的是，你们别动我的弟弟。服务员接过苏婉的卡，一通操作之后摇了摇头，说刷不了。苏婉不信邪，接连换了10几张卡，却没有一张能刷成功。姐弟俩当场傻眼，苏婉这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我不仅毁了他所有的包，还把他所有的经济来源全断得干干净净。苏婉看着一张张刷不了的银行卡，急得满头大汗。他名下的存款全是定期，根本动不了，最后只能现场撸小贷，各个软件七拼八凑，才终于凑够10万，结清了苏浩的账单。姐弟俩刚走出会所，就撞见了怒气冲冲赶来的苏浩未婚妻温冉。苏浩吓得脸都白了，赶紧躲到苏婉身后，可温冉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，上前就给了他一耳光。你告诉我晚上加班，结果就是跑来这里玩女人。苏浩，我们分手，你和你找的小姐结婚去吧。你说话别冲动，你们已经订了婚，你家收了彩礼的。彩礼我还给凌晨了，那笔钱是他出的，你们姐俩有一份自己的钱吗？我呸！苏婉把鼻青脸肿的苏浩带回了家，看着家里的一片狼藉，苏浩吓得浑身发抖，直呼我疯了，说就不怕我女儿念希知道吗？说曹操到，门被猛地推开，女儿林念希背着名牌包，气冲冲地闯了进来。她在外面消费，发现信用卡被停了，特意赶回来找我算账。妈，我爸是不是把信用卡停了？我怎么刷不出来了？还有舅舅，你怎么被打成这样了？全是你爸害的，他不仅停了卡，还把我送你的名牌包也给撕了。林念希瞬间气红了眼，骂骂咧咧地夺门而出。
要去我公司找我算账。他冲进地下停车场，看到自己刚买的宝马 Z4， 还有家里的奔驰 E300， 全被砸得稀巴烂，当时就傻眼。缓过神的林念熙怒火滔天，正好看到中间车位上赵哥开着帕萨特准备出门，他不分青红皂白，上去就一脚踹在了车门上。赵哥刚打开车门，林念熙手里的包就狠狠抡在了他的脑袋上，嘴里疯狂叫嚣，想怎么样？认定是赵哥砸了他的车。赵哥的眉骨被打破，鲜血顺着眼角往下流，他捂着头连连后退，可林念熙却得寸进尺，追着他不停打骂。万幸小区保安及时赶来，死死按住了情绪失控的林念熙。你有病啊！谁砸你车了？这车是你爸砸的。我爸砸的，敢做不敢当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保安说就是我砸的。这句话让林念熙猛地愣住，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以前对他百依百顺的爸爸会砸了他和妈妈的车。保安趁着空档给我打了电话，我直接让赵哥不要迁就，该报警就报警，一切按法律程序来。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，林念熙更是不敢相信，一个当爹的竟然会让外人报警抓自己的女儿。我没跟他废话，直接帮赵哥报了警。没过多久，警车就开进了小区。警察了解完情况，就要带双方回派出所配合调查。林念熙终于慌了，崩溃地哭着给苏婉打了电话。苏婉急匆匆赶到现场，搂着女儿装出一副慈母模样。可当她看到被砸得面目全非的2辆车，当场就傻了眼。警察当众点名，车是我砸的，原因是他们母女长期乱占邻居车位，屡教不改。围观的邻居们纷纷窃窃私语，对着苏婉母女指指点点。一向好面子的苏婉简直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。情急之下，她对警察大喊：为什么不抓砸车的我，反而要带我的女儿去警局？在场的人都被他这番话惊呆了。警察只好解释：林晨先生处置自己的财产，我们无权管辖。苏婉还不死心，蛮横地瞪向被砸车的赵哥。难道他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谁叫他买那么宽的车？3天2头投诉，故意激化矛盾。苏婉这番颠倒黑白的言论，连办案警察都被整不会了。警察直接把双方都带上了车，带回所里走流程。路上，警察给我打了电话，希望我能来所里参与调解。我态度很坚决，明确拒绝和解，并且坚持让赵哥去定损验伤，一切按照法律程序走。赵哥本就对苏婉母女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，听了我的话，再也没有半分顾虑，直接去医院做了验伤，又给4S店打了电话定损。结果很快出来，眉骨骨折，轻伤1级，车辆维修费用8000，调解室里，苏婉还在不停抱怨，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。直到办案警察说要立案，苏婉才终于收敛了气焰。警察明确告知他，林念熙涉嫌故意伤害和故意损坏他人财物2项罪名，被害人不谅解，必须立案，最高可判3年有期徒刑。苏婉彻底慌了，哭着哀求警察网开一面，可法律面前没有任何情面可讲。林念熙最终被戴上手铐，带往看守所，母女俩上演了一出哭天抢地的戏码。而我此刻正和赵哥坐在高档餐厅里，我心里很清楚，这件事最终很难真的把林念熙送进监狱，但我要做的就是给这对母女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，让苏婉为此大出血。就在这时，苏婉的电话打到了赵哥的手机上，我让赵哥接通电话，开了免提，听听他到底有多少诚意。你想要敲诈多少钱，直接说。赵哥直接挂断了电话，我们俩都被他这番话逗笑了。很快，苏婉的电话又打了进来，依旧是满嘴的指责和嚣张。赵哥直接告诉他1分钱不要，就要林念熙坐牢。说完，再次挂断了电话。这一次，苏婉没有再打过来，我猜他应该是去找律师了。半个小时后，赵哥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是苏婉委托的律师打来的。律师说他们愿意给出2万元的经济补偿，希望我们能撤案。赵哥气得不行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2万块简直就是打发叫花子，我也没想到苏婉竟然能拿出这么可笑的价码。赵哥问我想要多少赔偿，我直接竖起了一根食指。赵哥以为是10万，我笑着摇了摇头，告诉他是100万。这笔钱苏婉拿得出来，也只有这个数才能让他真正伤筋动骨。接下来律师的电话一次次打进来，赔偿金额从5万加到10万，再到30万。赵哥全都一言不发，直接挂断。苏婉终于忍不住了，亲自打电话过来破口大骂，质问赵哥30万还不知足，是不是太贪心了？赵哥也没惯着他，直接回怼，那你就拿着钱给女儿在看守所买被子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我看着赵哥的样子，端起酒杯笑了笑。苏婉迟早会拿出100万的，因为在他心里没有什么比他的宝贝女儿更重要。苏婉拿着被挂断的手机，气得浑身发抖，竟然还问律师能不能告赵哥敲诈勒索。律师被他问得一个头2个大，只能无奈地告诉他，法律上根本不支持他的无理要求。就在这时，看守所里的林念熙打来了电话，电话里
林念熙哭得撕心裂肺，说看守所要给他剃头发，还要送他去体检，他死都不要去看守所。苏婉彻底急了，一想到女儿要穿囚服剃头发，人生留下案底，他就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他立刻让律师给赵哥打电话，开出了50万的和解价。可话还没说完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苏婉又气又怒，却又无可奈何。看着他跳脚的样子，律师干脆闭上了嘴，不再多劝一句。为了女儿，苏婉还是一次次服软，一次次加价。可赵哥依旧是直接挂断电话。最终苏婉彻底绷不住了，喊出了100万的和解价。挂了电话，赵哥对着我连连感叹，说我真是料事如神。我起身准备去拿酒，刚打开包房门，就看见一个18、19岁的服务员小妹，一边抹着眼泪，一边被领班训斥。她的头发和脸全湿了，明显是被人用酒泼了脸，还挨了一巴掌。领班还在不停训斥她，说她不给客人面子，活该被揍，还说包房里的都是大老板，她得罪不起。我当即皱起了眉头，而赵哥走过来，看到对面包房里的人，也露出了厌恶的表情。包房正中间坐着的那个穿白衬衫黑夹克的男人，就是当年害赵哥家破人亡、公司破产的奸夫区里的周明远。我让赵哥先回包房，自己站在走廊上，悄悄打开了手机录像，对准了对面的包房。包房里的饭局已经接近散场，那些土老板们一个个谄媚地向周明远告别。周明远端着架子坐在座位上，动都没动，冷着脸应付着。等人都走光了，周明远才提着满满当当的公文包，昂首挺胸地走了出来。我录下了全部画面，心里清楚，这位周主任小心谨慎了半天，还是留下了致命的把柄。我走到服务台结了账，一共18000。扫码付款的瞬间，系统的提示音准时响起，10倍返现到账。紧接着，系统再次响起提示音，赠送10倍潜能卡1张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选择了体质提升。选择确认的瞬间，我感觉身体像是焕发了新生，浑身充满了无穷的力量，五感也变得无比敏锐。这时，我听到了周明远发动汽车的声音，立刻扫码开了一辆共享单车，骑到了酒店门口的马路上。就在这时，周明远开车并道，直接撞上了我骑的共享单车，两车相撞，他人没事，车的前大灯却直接碎了。他下车就对着我破口大骂，扔出200块钱让我滚，完全没把我这个骑共享单车的中年男人放在眼里。我没跟他废话，上前一巴掌就甩在了他的脸上。周明远被打得两眼一黑，鼻血瞬间流了出来。他不敢相信，竟然有人敢动手打他，拿出手机准备摇人，我反手又是一巴掌，打得他连人带手机直接甩了出去。3巴掌下去，他满脸开花，靠在车门上摇摇欲坠。我捡起地上的手机，拨通了122，递到了他的面前，让他打电话报警。周明远看到123个数字，瞬间吓得脸色煞白。一旦酒驾被查，他不仅会被开除，还要面临牢狱之灾。我抓着他的头发，一巴掌接着一巴掌，把他刚刚的嚣张气焰打得烟消云散。最后一拳砸在他的面门上，他把刚喝的酒、吃的菜全都吐了出来。周明远被我打得开始跪地求饶，想给我转钱。私了我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他是想留下转账记录，等酒醒了反手告我敲诈勒索。我让他在公文包里的现金全都拿出来，整整30万。他又谄媚地提出要再给我转20万。我拿出手机放出2维码，他以为我上了他的圈套，拿着手机就扫了码。周明远转完账才发现，他扫的根本不是我的收款码，而是寺庙功德箱的捐款2维码。他想留证据反咬我，结果20万全捐给了寺庙，还沾上了封建迷信的嫌疑。这下彻底不敢有半分报复的心思。我提着包回到饭店2楼，服务员小妹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感激和崇拜。就在这时，派出所打来电话，说苏婉已经准备好了赔偿金，叫赵哥过去和解。我和赵哥在饭店门口分开，刚上车，手机就弹出了书房的监控预警。我点开监控一看，小舅子苏浩偷偷溜进了我的书房，先是顺走了桌上的香烟，又拉开抽屉，看中了里面的2块劳力士腕表。他拿着表拍照搜价格，看到2只表加起来近100万的售价，眼睛都直了。他想都没想就把表揣进了兜里，可他不知道他偷表的全过程已经被书房的监控拍得一清二楚。我在出租车上就把视频永久保存了下来。苏浩拿着表先去了典当行，得知是正品能卖70万，却因为没有发票和凭证拿不到钱，最后找了地下贩子20万就把2块表卖了。拿到钱的他立刻关了手机，呼朋唤友开始花天酒地。与此同时，我已经到了父母留下的老粮油局单位大院，和保安队长打了声招呼后，就来到了苏浩的家里。保安队长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发小陈凯，听说我无偿把这套老房送给了我的小舅子苏浩，陈凯有些欲言又止。我没多说什么，和陈凯告别后，就见到了等在楼下的装修队。我带着工人上了楼，输入初始密码，打开了房门。
屋里臭气熏天，脏衣服臭袜子扔得到处都是，崭新的房子被糟蹋得不成样子。我看着眼前的狼藉，心里想着宁愿砸了也绝不会便宜苏浩这个废物。包工头听到我要把全屋装修和家电全部砸了，还以为我在开玩笑，我没跟他废话，直接扫码转了5万块工程款。工人们瞬间来了劲头，撸起袖子，举起锤子，哐哐哐就是一通砸。不到半个小时，客厅和厨房就变回了毛坯。就在这时，赵哥打来电话，说和解已经办妥了。苏婉付钱的时候脸都绿了，要把100万现金全都还给我。我再三推辞，他却说这钱本就是我的血汗钱，他绝不能占。挂了电话，电脑城的小王也打来了电话，说我预定的顶配游戏电脑已经送到了我家楼下，我让他在远程开门进书房安装，心里已经开始期待苏婉母女回家看到这台电脑时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我交代完所有事，留下工人继续打房，自己下楼打了辆出租车，让司机带我去市区最贵的酒店。车刚开出去没多久，丈母娘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上来就颐指气使的让我去高铁站接她。没空，我冰冷的回绝，直接挂断电话，顺手把她拉黑了。以前我忍了她20年，现在我半分都不会再惯着。丈母娘被我挂了电话，气得肺都要炸了，马上给女儿苏婉、儿子苏浩、外孙女林念熙挨个打电话，结果全都是关机，一个都联系不上。她憋了一肚子火，只能自己提着大包小包打了辆车直奔老粮油局小区。到了小区门口，出租车直接被保安拦了下来。丈母娘降下车窗，对着保安大呼小叫，说自己是业主的妈，让保安立刻抬杆。可保安根本不搭理她，自顾自地玩着手机。就在这时，陈凯正好回来了。丈母娘看见他，以为来了能帮自己出气的熟人，立刻倒打一耙，让陈凯教训手下的保安。可他忘了，当初第一次见面，他就当着我的面嘲讽过陈凯，说他父母是粮油局的领导，他却只混了个保安的差事。是您老啊，出租车确实不能进小区，这是规定。陈凯笑嘻嘻地打了个太极，半点要给他面子的意思都没有，转身就走了。丈母娘气得跳脚，自己提着沉重的行李，一步一步往5楼爬。好不容易爬到5楼，他就听见屋里传来砰砰的砸墙声，房门还开着。他扔下行李冲进去，看到满目疮痍的屋子，崭新的装修全被砸成了废墟，顿时暴跳如雷，质问是谁让他们砸了自己儿子的婚房。说着就抬手要打包工头，包工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厉声喝止了他的撒泼行为。给我打来电话，开了免提，说有个自称是业主妈的老太婆拦着不让施工，不管他，继续干你们的活。丈母娘冲过来，对着手机气急败坏的大骂，质问我是不是疯了，竟然找人砸他儿子的婚房。这房是我爹妈单位分的，和你儿子有半毛钱关系吗？你儿子30岁了，连套婚房都买不起，不是跟你这个当妈的学的好吃懒做。丈母娘一口气没上来，差点当场晕过去，又开始拿养育女儿、道德绑架那一套开始了说教。我立刻给陈凯打了个电话，一声令下，让保安们把撒泼打滚的丈母娘直接扔到了小区大门外。丈母娘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卖惨，说保安欺负老年人，可围观的邻居没有一个人同情他。他在小区住了不到10天，刨光了公共厕所的纸，挖了绿地，种白菜，翻遍了全楼的垃圾桶，还偷拿业主的东西，早就惹了众怒。陈凯拿出手机要报警，丈母娘终于怕了，只能拖着行李骂骂咧咧地走了。我看着陈凯发来的视频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就在这时，出租车抵达了目的地江城全岛酒店，这是建在海岸线上的超豪华国际酒店，最贵的总统套房，一晚将近30万。我走进酒店大堂，前台的话还没说完，我就直接开口，要了酒店最贵的总统海景套房，住1个月。前台瞬间愣住，忍不住多打量了我几眼，连忙热情的接待，还主动提出给我会员8折优惠。不必了，按原价给我办理入住吧。前台倒吸一口凉气，报出总价900万，我直接扫码完成了支付。系统的提示音几乎同时响起，近9000万的10倍返现到账。看着余额里近1个亿的数字，我的表情格外平淡。很快，酒店给我安排的24小时贴身管家走了过来，带着我乘坐专属 VIP 电梯，直达酒店顶层的总统套房。管家离开后，我站在整面落地窗前，鸟瞰着整片无敌海景，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高高在上。另一边，苏婉和林念熙刚回到家，惊魂未定的林念熙还没从看守所的阴影里走出来，苏婉就发现书房里有动静。电脑城的老板从书房走了出来，递上了发票。苏婉晃了一眼，当场就傻了眼。发票上的数字不是1500，是整整15万。林念熙听到我花15万装了电脑，脸上顿时满是痛恨和嫉妒。他们自己花钱大手大脚，却见不得我在自己身上花1分钱。苏婉气得浑身发抖，认定是我注销银行卡，偷偷取了20万来买电脑。
林念希更是怒火中烧，骂我砸了他们的车，撕了他们的包，还想把他送进看守所，一定是疯了。就在这时，苏婉的手机响了，是丈母娘打来的，哭天抢地说自己已经到了楼下。电梯门打开，丈母娘拖着大包小包走了出来，一见到林念希就抱着她哭诉，说我找人砸了苏浩的婚房，还把他扔出了小区。苏婉按的林念希也跟着倒口水，把我砸车、撕包，害林念希差点进看守所的事全都说了出来。丈母娘当场就认定我是真的疯了。我们就不能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吗？我坐在全岛酒店柔软的沙发上，吹着海风，喝着矿泉水，悠然自得地看着手机监控里3个女人盘算着怎么把我送进精神病院。丈母娘率先开口，确认我父母去世后，林家已经没什么直系亲戚，就算把我送进去，也没人会替我出头。苏婉让林念希先回屋，可林念希却不肯，一口一个老东西，说我早就该被送进精神病院了。丈母娘提起苏浩的未婚妻温冉，说她是精神科的护士，能帮上忙。苏婉心里一惊，只能找借口搪塞过去，不敢说苏浩因为去夜场玩女人，已经和温冉闹掰了。林念希见事情没了着落，瞬间提高了音量，一副不把我送进去不罢休的样子，说实在不行就和我离婚。丈母娘一口回绝，骂他糊涂。我1年保底100万的年薪，还有父母留下的房子，现在离婚就是便宜了我。我看着监控里的画面，忍不住笑了。都到这个地步了，这一家人竟然还对我抱有幻想。我拨通了管家的电话，让他安排一辆车，我要出门去江城商业银行。我刚从豪华的迈巴赫下来，银行的大厅引导员就极尽热情地迎了上来，把我带进了 VIP 贵宾厅。业务经理赶来，第一眼看到我还面露不屑，直到听说我是坐迈巴赫来的，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弯。我把银行卡放在桌上，经理刷完卡，看着里面的9000万私人存款，连忙告诉我最多能贷7000万，可我却告诉他我只贷200万。经理彻底懵了，完全想不通我有近亿存款，为什么还要贷200万，还要平白付利息。我让银行开具一份正式的盖章、下款通知文书，帮我寄到家里。我就是要让苏婉和林念希知道，我向银行贷了200万的消费贷。离开银行，我让司机开车前往我任职的商通软件公司。贷款办好后，接下来我按照计划的第2步来到公司，敲响主管办公室的门，说我是来辞职的。主管当场就傻了，他太清楚我的家庭情况，知道我一身软肋，绝不可能主动辞职。我告诉他，我1分补偿都不要，只想尽快办完手续。主管被我的话打动，知道我终于活明白，不再憋屈了，不仅答应了我的请求，还帮我争取到了30万的离职补偿金。我很快就办好了所有离职手续，拿到了30万的离职补偿金。和同事们告别之后，我刚走出公司大楼，准备给酒店司机打电话，微信电话突然响了，来电人是苏浩的未婚妻温冉。温冉问我能不能见一面，我短暂思考后答应了他。他很快给我发来了定位，我猜他找我多半是为了苏浩的事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在茶餐厅里见到了温冉，我问他找我是不是因为苏浩的事情。姐夫，今天早上我已经当场和苏浩分手了。他向我诉说着心里的委屈和愤怒，说苏浩一直骗他在全职考公，结果却拿着钱去夜场花天酒地。我说苏浩就是个癞蛤蟆，根本配不上他。温冉把桌上的牛皮纸袋推到了我面前，我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沓沓崭新的钞票。我收下钱，特意找纸笔写了字据，证明是我主动拿走了彩礼，避免苏家的人去找他的麻烦。温冉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感激。她怎么也想不通，苏婉有我这么好的丈夫，为什么却一点都不珍惜。温冉忍不住跟我说，有苏浩这样的小舅子，我实在太不容易了。我只能苦笑着自嘲，谁叫我当初眼瞎娶了他姐姐呢？温冉正要追问我和苏婉是不是吵架了，她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丈母娘打来的，说要见她。温冉抬头就看见丈母娘走进了餐厅，在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。我冲她点了点头，示意她过去看看。温冉坐了过去，丈母娘假意热情的让她随便点菜，可温冉点了份99元的牛肉饭，她就立刻变了脸，非要让温冉点29元的黄焖鸡米饭，嘴里还念叨着红肉吃多了不健康。没聊2句，丈母娘就压低了声音，说出了她的真实目的，让温冉想办法把我送进精神病院。你姐夫精神出了问题，你是这方面的护士，帮忙想想办法把他搞进去。温冉听完又气又怒，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。丈母娘被温冉的反应吓了一跳，还想打亲情牌拉拢，可温冉直接告诉她自己早就和苏浩分手了，根本不是什么苏家的儿媳妇。我坐在角落里，把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这家人竟然恶毒到了这个地步。丈母娘被温冉怼得哑口无言，立刻撕破了脸皮，大喊着收了彩礼就不能悔婚，想把温冉塑造成骗婚的女人。温冉当即表示
已经退还了彩礼。丈母娘急了眼，趁着温冉不备，一把抢过我写的彩礼字据，揉成团直接吞进了肚子里，还得意洋洋地说温冉没了证据。紧接着他又冲上去狠狠扯住了温冉的头发。我端起桌上的盖饭直接扣在了丈母娘的脸上，丈母娘正要冲上来跟我撒泼，可对上我满是杀气的眼神，瞬间就怂了。我没再搭理她，带着温冉直接走出了餐厅。出了门，温冉的眼眶瞬间就红了，她主动提出让我陪她去喝2杯。我看着她泛红的眼眶，实在不忍心拒绝，点头答应了。她带着我去了一家常去的烧烤摊，点了一堆烧烤和啤酒，一杯接一杯的往肚子里灌。酒意上头，温冉一边为我鸣不平，一边哭诉着自己的遭遇，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。我看着她难过的样子，心里满是怜惜，只能不停安慰她。可她越喝越多，最后一头扎在桌子上，彻底断片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给酒店的司机打了电话。10几分钟后，迈巴赫就停在了烧烤摊门口。我把温冉抱上了车，让司机开车返回全岛酒店。与此同时，丈母娘也灰头土脸的回了家。苏婉开门，看到她满头满脸的酱汁汤水，当场就愣住了，连忙问她发生了什么事。丈母娘哭哭啼啼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还添油加醋的说了我不少坏话。苏婉和林念熙听完都急了，他们没想到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的计划竟然被我知道了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，苏浩一身酒气的闯了进来，大喊着问为什么良友局小区的保安不让他进门。看到丈母娘也在，他还愣了一下。丈母娘立刻戏瘾上身，抱着苏浩哭天抢地，说我砸了他的婚房，还挑唆他和温冉分了手，连20万彩礼都要回去了。苏浩听完当场就气血上头，转身就要出门找我拼命。苏婉拉住苏浩，说第2天一定要找到我，把所有事情都问个清楚。他还让丈母娘和苏浩以后就住在这里，有他住的就少不了他们的。林念熙注意到苏浩手里的奥迪车钥匙，好奇地问他是不是买车了。苏浩瞬间得意起来，扬了扬手里的钥匙，说明天就带他出去兜风。丈母娘瞬间喜笑颜开，一个劲儿地夸自己儿子有出息，可苏婉却皱紧了眉头。他知道弟弟根本不可能拿得出15万的首付。苏浩翻了个白眼，把购车合同扔给了苏婉，上面写着首付15万，每个月要还8500元。可他根本没说这笔钱是他偷了我2块劳力士换来的。林念熙见状，立刻说要买一辆更贵的保时捷718。苏婉想都没想就答应了，完全没考虑钱从哪里来，反正他觉得所有的钱都该由我来出。而此时的全岛酒店里，我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刷着短视频，首页推荐的直播间正好是苏婉的闺蜜梦瑶。这个女人天天教唆女人把男人当牛做马，她还说喜欢看男人讨厌她，却又拿她无可奈何的样子。我淡淡一笑，反手就往账号里充值了50万。系统的提示音同时响起，500万的10倍返现瞬间到账。我倒要看看今天我能不能让他知道什么叫无可奈何。梦瑶的直播间匹配到了一个街边烤红薯的大叔，他高高在上的定下了 PK 规则，要是输了就用双方累计的等额买大叔1斤红薯，而大叔输了就要趴在地上学狗叫。 PK 过程中，梦瑶不停奚落大叔和他的女儿。就在梦瑶沾沾自喜的时候，我出手，我直接在大叔的直播间连续刷了10个，全屏的礼物特效瞬间炸开，大叔直接暴涨到30万，10倍碾压梦瑶。梦瑶彻底慌了，好在榜一大哥发力，在最后10秒把账刷到了35万。他还来不及高兴，我只是动了动手指，又刷了20万。倒计时结束，双方定格在35万比90万，梦瑶输得一败涂地。按照他自己定的规则，他咬牙给大叔扫了12万5千元。我看着他肉痛又不敢发作的样子，心里别提多爽。梦瑶强打精神继续直播，第2场 PK 匹配到了一个200多万粉丝的萌妹子主播。阿姨好，直接让梦瑶破了防，又定下了极其不公平的 PK 规则。我看着直播间里的画面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既然他这么不长记性，那我不介意再让他栽一个更大的跟头。PK 正式开始，小五一首热舞直接把直播间气氛点燃，一首下来就涨了10万。梦瑶这边也没闲着，靠着粉丝和榜一大哥的支持，也一路水涨船高。PK 到了最后半分钟，梦瑶的榜一大哥突然发力，连续10个嘉年华，直接把他抬到了45万，拉开了和小五的差距。倒计时最后10秒，榜一大哥又怒刷10个，梦瑶喜不自胜，已经提前开始庆祝胜利。小五脸上也露出了遗憾的神情。就在这时，我按下了打赏键。小五的直播间里，一头接一头的巨大鲸鱼全屏跃起，鲲鹏万里的特效铺满整个屏幕，连嘉年华在他面前都像小儿科。这是只有60级以上神豪才能解锁的稀有礼物，一个就要16000，全平台的高亮推送
让无数观众涌入直播间，2个直播间在线人数瞬间突破10万，倒计时结束，定格在80万，比220万。我亲手把梦瑶的胜利碾得粉碎。到了惩罚环节，梦瑶彻底傻眼了，她要唱的整首歌全是母鸡的叫声，她的榜一大哥当场脱粉，直播间观众一哄而散。惩罚刚结束，她就狼狈的关播下线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只觉得浑身舒畅，爽到了骨子里。而我的后台已经被铺天盖地的私信和好友申请挤爆了，连平台官方都注意到了我这个横空出世的神豪。小五给我发来私信，说要给我跳舞，甚至愿意线下见面。我婉拒了他的所有示好，对我而言，他不过是我用来恶心梦瑶的工具而已。关掉聊天框，我看着账户里剩下的250万元，足足花了2个小时才把250万全部打赏了出去。刚花完最后1个亿，平台官方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是专属客服甜美的声音，询问我的消费体验。我嫌弃单次充值的额度太低，一次只能充值5万。客服被我的豪气镇住，当场就为我开通了100万充值上限。我又让他把我今晚所有的消费流水打印出来，盖上公章，寄到我家里。第二天上午，宿醉了一夜的温冉在酒店的大床上醒了过来，宿醉让他头痛欲裂，断片的记忆慢慢拼凑。他想起昨晚缠着我喝酒，还说了不少胡话。等他发现自己只穿了一件陌生的睡袍，身处全海景的豪华酒店套房时，顿时误以为昨晚是我照顾的他。温冉的脸瞬间红透，又羞又臊，只想赶紧逃离。可他找遍了房间，都没找到自己的衣服。刚拉开房门想溜，就听见门铃响了。下一秒，大门被推开，推着服务车的美女管家径直走了进来。美女管家把换洗的衣物递到温冉手里，看着温冉满脸慌乱和羞臊，管家又主动澄清了昨晚的所有事情，是他帮温冉洗了澡，换了睡袍。温冉悬着的心瞬间落了地，可心底又隐隐生出了一丝失落。就在这时，我围着浴巾从露台的洗浴间走了出来。温冉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瞬间红了脸，10倍潜能卡加持过的身材，完全看不出是40多岁的中年男人。他慌忙移开目光，抱着衣服冲进了主卧。我跟着管家走进衣帽间，他已经按我的要求买好了5套顶级奢侈品牌的高定衣物，总价超130万。我只转了100万，他靠着人脉把价格压到了预算内，办事格外靠谱。换上一身从头到脚超30万的行头，我的气质瞬间拉满，加上昨晚直播消费的返现，银行卡余额已经超9000万。走出衣帽间，温冉已经换好衣服在客厅等我。看着换了行头的我，他眼里满是惊艳。温冉问我酒店价格，我随口说花不了几个钱，并且让他别叫我姐夫了。温冉愣了一下，随即点了点头，脸上泛起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红晕。吃过早饭，我让酒店的迈巴赫送温冉去上班的医院，而我则是打开了手机监控，等待着一场好戏上演。上午9点半，门铃声已经响了5分钟，才终于吵醒了住在我家的苏婉一家4口。这套我花300万买的房子，如今却被他们住得满满当当。苏婉和丈母娘骂骂咧咧地走到门口，从猫眼里看到是快递员，才松了口气，打开了门。接过快递，苏婉拆开一看，里面是平台出具的充值消费告知书，上面清楚写着我一夜之间消费了整整50万，并且全部打赏给了女主播。苏婉看着账单，瞬间感觉天昏地暗，手里的纸飘落在地上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当初我不过花2000块买个鱼竿，他就雇凶打人，现在我一晚上就打赏出去50万，对他的打击简直无法想象。丈母娘看到账单，当场心疼得浑身发抖。苏浩和林念熙也围了过来，表情是又羡慕又嫉妒。而我只是坐在酒店的落地窗前，静静地看着监控里鸡飞狗跳的一家人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苏浩拿着我的消费流水，眼里的羡慕和嫉妒快要溢出来。女儿林念熙问我的钱是哪里来的，苏婉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她算来算去都想不通我哪来的50万，更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办了新的银行卡。丈母娘在一旁气得跳脚，骂苏婉连老公藏私房钱都管不住，转头就让她赶紧查查自己卡里的钱少没少。苏婉连忙打开手机银行，看见卡里200万余额一分没少，才终于松了口气。可一旁的丈母娘看见这200万，心里立刻又打起了歪主意。婉婉啊，我看你这200万放在卡里也不安全，要不然先转到你弟弟卡上，让他给你保管着。苏浩也赶紧上前，好好好，姐，我帮你保管，绝对万无一失。苏婉冷冷拒绝，他再怎么溺爱弟弟，也清楚他就是个存不住钱的漏斗。这200万给他，不出1天就能花得精光。丈母娘还不死心，想继续洗脑劝说，可门铃声再次打断了他的话。这一次来的是邮政的投递员，送来了我的第2封挂号信。他们谁也不知道这封信里的内容会彻底击垮他们最后的心理防线。苏婉颤抖着手拆开了第2封挂号信，里面是江城商业银行的贷款下款通知书，上面写着我申请的200万消费贷已经全额下款。苏婉看完
脑袋嗡的一声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心如死灰。丈母娘得知我带了200万，当场就哭天抢地，直呼我是败家子，担心这笔债要苏婉来还。去凌晨的公司，我一定要当面向他问个清楚。苏婉阴着脸换了鞋，带着一家人杀向我的公司。我在监控里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笑了，转头就给酒店的美女管家打了电话，让她帮我找最好的离婚律师，越贵越好。另一边，苏婉一家赶到了我的公司，却得知了我昨天就已经辞职的消息。苏婉当场愣住，丈母娘更是急了，生怕断了以后源源不断的经济来源。苏浩又问我离职金的事情，公司的主管看着这一家贪婪的嘴脸，直接叫来了4个保安。丈母娘当场就开始撒泼，躺在地上大喊打人了，引来了全公司员工的围观，纷纷拿出手机拍摄。林念希和苏浩觉得丢人，头也不回地跑进了电梯，只剩下苏婉站在原地，脸丢得一干二净。被公司保安赶到公司大楼外，丈母娘还在喋喋不休地骂着苏婉，可对自己临阵脱逃的宝贝儿子苏浩，她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说。苏婉终于忍无可忍，当场发了火，丈母娘这才偃旗息鼓，闭上了嘴。苏浩连忙出来当和事佬，说现在最关键的是我的那笔贷款，要是我还不上，这笔债就得苏婉来还。苏婉当即决定离婚，在他眼里，没了工作还背了一身债的我，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，及时止损是他唯一的选择。林念希当场表示支持，丈母娘更是咬牙切齿，要让我净身出户，家里的东西一件都别想带走。可他们根本没有我的联系方式，最后只能求助小区的保安队长给我打了电话。我在电话里淡淡应了一声，说知道了，晚点会让律师联系的，就挂了电话。保安队长把我的话转告给苏婉，苏婉当场就愣住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我不仅早就料到了她要离婚，甚至连律师都提前找好了。她以为自己能掌控全局，让我净身出户，却不知道这场离婚的博弈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在我的手里。苏婉回到家，一家人立刻围了上来，得知我要请律师，瞬间炸开了锅。苏浩在一旁冷嘲热讽，说我找律师就是为了争家产。林念希吵着要请律师对抗，可丈母娘一听到要花钱，立刻坚决反对。最后一家人商量决定，先等我的律师联系。而此时的我根本没心思管他们的小算盘。我坐着酒店的迈巴赫，来到了江城劳斯莱斯 4S 旗舰店，二话不说刷了一辆价值1100万的黑色库里南。支付成功的瞬间，系统提示音立刻响起，10倍返现，1.1亿瞬间到账，我的账户余额直接达到1.9亿。紧接着，系统再次提示，宿主累计返现超过1亿，奖励神级能力透视之眼。我迫不及待尝试，却发现能力更像安检机和 X 光机，能看清物品内部结构和人体骨骼，虽不如预期，却也是一项实用技能。经理很快办好了所有手续，把车钥匙交到了我手里。我让酒店司机先回去，自己开着崭新的库里南返回酒店。而我约好的顶级离婚律师已经在酒店等候多时。我开着库里南回到全岛酒店，门童第一时间上前开门，接过钥匙去泊车。先生，我在酒店洗完澡后才姗姗来迟下去见律师。而此时的酒店大厅里，王牌律师沈之瑜正满心不耐烦地等着。年仅29岁的他是国内顶尖的1级律师，最擅长帮弱者对抗强权。最鄙夷的就是有钱就抛弃糟糠之妻的富豪。今天他被老板一个电话叫回来，逼着接下我的离婚委托，又在大厅等了我半个小时，心里的火越攒越大，对我充满了负面偏见。终于，管家带着他们上了楼，敲开了总统套房的门，走进客厅。我主动站起来和他们打招呼，沈之瑜当场就惊讶了，眼前的我气质儒雅，和他想象中的样子天差地别。可他依旧固执地认为我善于伪装，态度依旧十分冷淡。沈小姐，我们之间见过吗？没见过。那为什么沈小姐对我好像非常有意见呢？看着我岿然不动的身影，她终于意识到，眼前这个委托人绝对没有她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我让沈之瑜代表我去和苏婉面谈，并要求他如实记录下苏婉的主张。沈之瑜彻底懵了，这和他之前的猜测完全相反。他原本以为是我要甩了老婆，没想到竟然是女方主动提的离婚。我把家里的地址给了他，立刻前往望江花园。谁知他带着律师团刚来到我家，丈母娘就突然冲了过来，气势汹汹地大喊，要让我净身出户，家里的东西一样都别想拿。沈之瑜原本还以为苏婉是受害者，见一家人如此不讲理，他立刻收起了友善的态度，板着脸公事公办。苏婉要求我净身出户，家里的房子、存款，所有东西我一样都不能拿走，而债务、贷款方面和他们完全无关。苏婉的诉求彻底让沈之瑜清醒了，他终于开始同情我了。有这样一群自私自利、蛮不讲理的家人，我到底过了什么样的20年？你们要钱要房要所有的东西，就是不要债务。也就是说，只享受权利，不享受义务喽？丈母娘听到沈之瑜的反问，当场就炸了。
撸起袖子就要动手，可被同行的男律师厉声警告，瞬间就又怂了。沈之瑜看着眼前这一家人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场离婚官司他接定了。我在酒店等着沈之瑜带回消息，却没想到这一家人的贪婪能刷新他从业多年的认知下限。沈之瑜刚记录完净身出户的诉求，丈母娘就立刻让苏婉加上我父母留下的2套房产。我们还要林晨父母留下的单位房和老宅，这2套房产都在林先生过世父母名下，你们根本没有权利分配。苏婉依旧蛮不讲理，林念熙也跟着起哄要分遗产，紧接着又提出要我支付成年后的抚养费，丈母娘更是张口就要赡养费。沈之瑜无奈苦笑，却被林念熙当场质问，他瞬间火力全开。你已经19岁，成年了，凭什么要抚养费？你女儿都要离婚了，你算哪门子丈母娘？有什么资格要赡养费？沈之瑜厉声斥责完3人，又怼得苏婉哑口无言，一气呵成完成3杀，带着律师团转身就走。苏浩连忙凑上去想留联系方式，被沈之瑜一个滚字怼得愣在原地。电梯里的沈之瑜一肚子火，他终于明白我和这样的一家人生活20年到底有多不容易。沈之瑜带着律师团刚走到小区门口，就被保安队长拦了下来。保安队长跟沈之瑜说起了我的遭遇，说我是小区里出了名的好男人，省吃俭用一辈子，赚的钱全给了老婆孩子。可苏婉一家对我连家里的狗都不如，还狠狠吐槽了一家人的蛮横与吸血。沈之瑜越听越震惊，越听越后悔，后悔自己当初竟把苏婉当成了受害者。再次走进总统套房，沈之瑜口述了苏婉一家的所有诉求。我听完毫无波澜，因为这一切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。林先生，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？除了我父母留下的东西，苏婉提出的诉求都可以答应。我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沈之瑜当场急了，我摆了摆手，让他按我说的做，只补充了一个条件，让苏婉列好夫妻共同财产的清单，协议离婚，两不相欠。沈之瑜虽有不解，却只能点头答应。准备离开时，我突然开口叫住了他：沈律师，我中午听你同事说你身体似乎不太舒服。我早已用透视之眼看穿了他身体里的所有隐疾，我精准说中他所有症状。沈之瑜瞬间瞪大了眼睛，满脸震惊地问我是怎么知道的。我没有解释透视之眼的事，只说在书籍里看到了对症的古方，让他拿出笔记本，一字一句口述了10几味药材和对应分量。这些药也是治标不治本。那要怎么样才能治本呢？我说中医讲阴阳调和，你身体的很多小毛病根源都在于阴阳失调，很多时候找个男朋友就能解决。沈之瑜的脸瞬间红透了，低着头跟我道了谢，就匆匆忙忙走出了房间。沈之瑜走出酒店，越想我的话脸越红，他自己都纳闷，平时开荤段子都面不改色，怎么被我一句话就破防了。他回家后在中药铺配齐了药材，熬好后忍着苦味一口气喝光。没过多久，药效就格外显著。夜里他第一次早早准备休息，却被一股微妙的心火煎熬着，浑浑噩噩睡着后，他梦里竟然出现了我的身影。第二天早上，沈之瑜醒来，很久没有睡得这么安稳过。收拾好心情，他带着律师团再次前往望江花园，准备和苏婉进行第2轮交锋。沈之瑜带着律师团刚走进望江花园，就撞见了一场闹剧。丈母娘正气势汹汹地怒骂保洁大姐，就为了抢对方辛辛苦苦收集的纸皮瓶子。保安刚想说话，就被丈母娘污蔑和保洁大姐有一腿。好心劝说的业主也被他连带着骂走。保安和保洁大姐准备息事宁人，可丈母娘捡了便宜还卖乖，再次用荡妇羞辱攻击保洁大姐。保洁大姐彻底被激怒，举起扫帚就要挥过去，被保安死死拦住。丈母娘直接往地上一躺，开始撒泼打滚碰瓷，大喊着打人了。沈之瑜上前亮明身份，丈母娘见碰瓷儿没戏，立刻从地上爬起来就要走。你站住，谁让你走的？大姐，他偷了你的废品，我帮你报警。沈之瑜拿出手机就要报警，丈母娘只能不情不愿地把废品还给保洁大姐，冷着脸上了楼。保洁大姐连忙对着沈之瑜连连道谢，沈之瑜摆了摆手，带着同事们朝楼上走去。丈母娘气冲冲地回到家，发现苏浩不在家，连忙质问苏婉。就在这时，苏浩发来消息，说资格复审通过，确定见面了。丈母娘欣喜若狂，在家族群里大张旗鼓要办酒席，还严肃告诫苏婉和林念熙绝对不能影响苏浩的政审。就在这时，沈之瑜带着律师团来了。进了门，沈之瑜公事公办地传达了我的意见，夫妻共同财产任由他分配，只要列好清单就可以协议离婚，但我绝不认可他分我父母房产的诉求。林念熙瞬间炸了，冲过来质问凭什么不能分爷爷奶奶的房子。丈母娘却一反常态，赶紧把他拦住，生怕他闹事留下污点。苏婉表示要分1套房子，可沈之瑜完全不接受威胁，直接让苏婉去法院起诉。丈母娘赶紧凑到苏婉耳边小声劝他，
说我让他随便分夫妻共同财产，已经和净身出户没区别了。在苏浩考公的巨大利益面前，丈母娘瞬间脑子清醒。苏婉当然知道去法院起诉离婚，要求分割双方财产的风险。刚刚他那话不过就是施压讹诈，能讹一点算一点。但沈之瑜的态度说明了这条路行不通，苏婉也只能放弃凌晨父母的2套房产，要求女儿跟他家里的存款、车子、房子全归他。沈之瑜当场驳回了他让我修车的无理要求。苏婉气得咬牙切齿，却只能点头答应。苏婉女士，那2辆车你究竟要不要？沈之瑜催促问道。要啊。苏婉愤怒地回答。接下来的3个小时，苏婉翻看手机，连小数点都没放过。她带着母亲和女儿把房子翻了个遍，大到首饰家电，小到盘子、筷子、牙签、抽纸，全被写进了清单，连半张餐巾纸都不肯留给我。最终打印出来的清单足足有几十张 A4 纸。苏婉把协议翻来覆去看了3遍，确认连一根牙签都没遗漏，终于签下名字，按了手印。和沈之瑜约定下午3点在区民政局办手续。他满心欢喜，以为赢走了所有家产，却根本不知道自己早已掉进了我早就布好的局里。沈之瑜拿着苏婉签好的协议和清单回全岛酒店向我汇报。他刚进屋就撞见我围着浴巾从浴室出来，当场呛了一口气，脸瞬间红透，和第一次见面时气势汹汹的样子判若两人。我随意翻看了清单，对他连抽纸都要写进去的操作毫无意外。下午3点，我和苏婉在民政局见了面，他满脸鄙夷，一句话都不肯跟我说。在他眼里，我就是个没了工作靠贷款充面子的废物。我全程松弛感拉满，配合办完所有手续，2本离婚证分别递到了我和苏婉手里。苏婉冷哼一声，掉头就走，刚到门口就撞见了开着奥迪 A6L 赶来的苏浩。苏浩晃着车钥匙跟我炫耀，说自己马上就要考上公务员，还假惺惺邀我去吃上岸酒。就在他装逼到极致时，一辆劳斯莱斯库里南缓缓驶来，酒店管家快步下车为我撑伞，恭敬地扶我上了车。苏婉和苏浩愣在原地，直到车驶离都没回过神，只能气急败坏的嘴硬，说这车是我贷款租来演戏的。我刚坐上库里南没多久，就接到了温冉的电话，他邀请我去新开的火锅店吃火锅，我当场就答应了下来，让司机把车开到医院门口。我在路边等了10几分钟，温冉就欢快地从医院跑了出来。我回来啦！正好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，他下意识扶住我的胳膊，全程没有松开手。这一幕正好被开车赶来的苏浩看得一清二楚，他瞬间气炸，破口大骂温冉不要脸，随后掏出手机展示公务员面试资格短信，又指了指身后的奥迪车，想靠这些让温冉后悔求复合。可你不过是进了个面试，不是进了部委选调，开个几十万的奥迪，就以为所有女人都要跪舔他。苏浩的自尊心被彻底碾碎，转头把怒火撒到我身上。你刚离婚就来泡我前女友，你的库里南是租来的。我全程只用看智障的眼神看着他，温冉却主动挽住了我的胳膊。你跟他姐已经离婚，我想跟谁在一起，苏浩根本管不着。说完就拉着我的手上了刚进站的公交。苏浩装逼不成，反被连续打脸，灰溜溜回家，把自己锁在房间里。丈母娘隔着门不停关心，生怕他影响面试，转头就理直气壮找苏婉要2万，给老家亲戚订车票酒店，说中午给的10万是酒席钱，收的礼还要给苏浩打点关系。这话被林念熙听见，当场发火质问他凭什么全是母亲出钱，好处全归舅舅。丈母娘自知理亏，溜回房间。家里气氛瞬间降到冰点。另一边的火锅店里，温冉还在郁闷，苏浩这种烂人也能递补进面。我笑着让他放心，说苏浩绝对考不上，还邀他第2天一起去望海楼看苏浩的上岸酒热闹。我早已在2楼订好了包房，温冉不假思索就答应了。酒足饭饱，送温冉回家后，我给沈之瑜打了电话，邀他来酒店谈个案子。他愣了几秒，还是答应了。等我回到酒店，沈之瑜早已坐在沙发上忐忑等我。他以为我深夜邀约有别的心思，却不知道我要谈的是能把苏浩彻底送进去的大案。沈之瑜精心打扮，深夜赴约，以为我有别的心思，却没想到我不仅给他准备了标的巨大的委托，还给了他一场毕生难忘的惊喜，让他彻底对我沉沦。我坐下开门见山说有新案子委托他。沈之瑜听到是工作，眼里闪过一丝失落，却还是立刻进入工作状态。我点开监控录像推到他面前，视频里清晰拍到苏浩偷走我的2块手表。沈之瑜倒吸一口凉气，说这属于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，最高可判无期。我拿出50万代理费支票递给他，他收下时却带着一丝失落。我看穿了他的心意，邀他去楼下西餐厅吃夜宵。他眼里瞬间亮起了光，比收到巨款还要开心。西餐厅里，我让小提琴手专门为他拉了他最爱的卡门，他惊讶地捂住嘴，眼里泛起了泪光。饭后我开车送他回家，他笑着说好久没这么开心了。
眼里的情意藏都藏不住。我看着他走进电梯，才驾车返回酒店，静待第二天苏浩的上岸酒开场。他还在做着光宗耀祖的美梦，却不知道这场酒终将变成他的身败名裂酒。我和温冉坐在望江楼2楼的贵宾包房里，看着楼下乱成一锅粥的酒席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前一天晚上，丈母娘就在村群里放了话，凡是来参加苏浩上岸酒的乡亲，来回路费和住宿全包。原本只备了15桌的酒席，硬生生涌来了30桌客人。放眼望去，一大半人，苏婉连认都不认识。苏婉气得快要发疯，拽着丈母娘说酒店摆不下这么多桌，可丈母娘却满不在乎，说人来的多才有面子，转头就沉浸在乡亲们的吹捧里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苏浩更是正事不干，游走在各桌之间，享受着熟人们的奉承，整个人飘飘然到了极点。母子俩甚至拿着话筒站上了台，当众发表感言画大饼。苏浩张口就承诺乡亲们有事都可以找他，台下的人纷纷起哄吹捧，场面热闹又荒诞。这真是小人得志。别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的话音刚落，酒楼门外就传来了清晰的警笛声。沈之瑜带着几名警察，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了酒楼大厅。苏浩的黄粱美梦在警笛声响起的这一刻彻底碎了。警笛声在酒楼里回荡，大厅里的宾客们瞬间安静下来，纷纷起身给警察让开了一条路。丈母娘还天真地问苏浩是不是他请来的朋友，苏浩也是一头雾水。直到警察径直走到主桌前，确认了苏浩的身份，2名警察就一左一右按住他的肩膀。苏浩，你涉嫌盗窃他人财物，数额极其巨大，现在对你进行现场传唤，请你配合我们回去调查。苏浩当场傻眼，连挣扎都忘了。丈母娘见儿子被铐住，当场扑上去求情，说儿子马上要参加公务员面试，不能留污点。空口无凭，你们说我弟弟偷东西，证据呢？我是被害人的代理律师，你说呢？沈之瑜冷笑着反问。你怎么能这么做？苏婉瞬间炸了，丈母娘更是对着沈之瑜破口大骂，一口一个送棍，还对着宾客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，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，污蔑我恶意陷害。酒席饭菜还没上，宾客们的瓜先吃了个饱。丈母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大厅里带节奏，席上的宾客们都对苏浩报以同情，让警方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你们想看证据是吧？这可是你们自己要求的。沈之瑜全程冷淡地看着这场闹剧，把 U 盘交给酒楼服务员，让他在大屏幕上播放。很快，大屏幕上开始循环播放房间的监控录像。苏浩看着自己偷表的行为被当众循环播放，双腿发软，几乎站不稳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女儿家，我儿子在姐姐家借点东西，怎么能算偷？既然只是借去玩，那请苏浩现在归还吧。苏浩低着头一言不发，苏婉依旧满不在乎，说大不了赔钱。沈之瑜甩出购买发票和付款凭证。苏浩一看93万的价格，差点摔倒。丈母娘见状，一把抢过凭证，捏成团塞进嘴里吞了下去，还得意洋洋地看着沈之瑜。我在2楼看着这荒诞的一幕，忍不住轻蔑地笑。他吞下去的不过是复印件而已。看到明确的证据之后，中年警官开口就要带走苏浩，苏婉却突然嘶吼着拦在前面，说证据只能证明我买过表，不能证明苏浩拿的就是那2块。就在这时，负责林念熙伤人案的民警站了出来，当场拆穿了苏婉的谎言。民警严肃澄清，林念熙无故伤人，致人轻伤1级，是苏婉自己提了100万和解金，警方全程未参与，根本不存在我勾结陷害的情况，还当场批评苏婉不能以身作则，根本教育不好子女。苏婉被怼得哑口无言，苏浩却依旧嘴硬，说没有证据证明他拿的就是那2块表。陈队，不让证人出来指证，怕是不行了。很快，民警带着手铐的典当行老板走了进来。苏浩见到他，把头埋得更低，这下人证物证俱在，铁证如山。沈之瑜补刀，他的奥迪首付就是用这20万赃款付的。亲戚们瞬间炸开了锅，先前有多吹捧，现在就有多鄙夷。苏浩彻底破防，跪在了地上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苏浩已经彻底认罪，可苏婉依旧不死心，怒发冲冠地拦在警察面前，说什么都不让他们带走苏浩，甚至搬出了离婚协议的事情，说他有权利处理那2块表。可沈之瑜早就料到了苏婉会来这一手，拿出离婚财产分割表，上面并没有2块表的信息。就这样，苏浩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押上了警车。丈母娘拉着苏婉哭哭啼啼地跟着去了警局。警局的走廊里，丈母娘无人可怪，只能拿着苏婉撒气，逼她说出我性情大变的根源。苏婉被逼无奈，只能说出我花2000块买鱼竿被他雇凶打人的实情。丈母娘听完瞬间跳脚，对着苏婉破口大骂，把所有过错都怪到了林念熙头上，怒骂他因为2000块毁了苏浩的前途。吼声引得路过的民警和群众纷纷侧目，他丝毫没反思过自己和苏浩的贪婪，
才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。苏家的内部在这一刻彻底分崩离析。警局走廊里，丈母娘和苏婉彻底撕破脸，互相指责，吵成一团。沈之瑜在休息室全程看在眼里，对我20年的遭遇生出了强烈共情。审讯室的门开了，警官告知我们，苏浩已经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我们走进审讯室，苏浩手脚被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，一看见我们就崩溃大哭。妈，姐，你们一定要救我，一定要拿到凌晨的谅解书，不然我这辈子就毁了。丈母娘当场扑通跪地，哭着哀求警方网开一面，说苏浩还要参加公务员面试。可民警根本不吃这套道德绑架，直接点名只有拿到我的谅解书，案件才有转圜余地。苏婉和丈母娘找到沈之瑜协商赔偿，丈母娘大摇大摆往沙发上一坐，开口就想40万了事。退1赔3，退手表原价93万，再赔3倍惩戒金，总计350万。沈之瑜平静报出数字，苏婉脸色瞬间惨白。接着沈之瑜一句话堵死了所有还价空间。他说这350万我可以不要。我更想看到苏浩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丈母娘把苏婉拉到走廊，威逼利诱，让他拿名下的房子去银行贷款。先是威胁苏浩坐牢，他们娘俩也别想安生。又画饼说等苏浩考上公务员，贷款他自己还。苏婉和丈母娘离开警局，半路苏婉在银行门口下车去排号，让丈母娘独自回家拿房产证。沈之瑜接到跟踪人员的消息，微微一笑，安排人给林念熙打去了电话，把苏婉要拿房子贷款350万救苏浩的事全盘说了出来。另一边，丈母娘进了屋，趁林念熙追剧的功夫，钻进主卧翻箱倒柜，终于找到了房产证，还顺手把林念熙的纪念钞塞进了包里。她鬼鬼祟祟抱着包从主卧出来，一抬头就撞见了黑着脸的林念熙。外婆，你的包里有什么？丈母娘偷拿房产证被林念熙当场撞破，一场争抢大战瞬间就在屋子里爆发了。两人拉扯间，包里的纪念钞散落一地。林念熙看着满地的纪念钞，气急败坏，死死扯着包不肯松手，最终抢过房产证。丈母娘软的不行，直接硬抢，抬手就给了林念熙2巴掌。趁着他被打懵的功夫，抢过房产证，还关了他的手机，急匆匆出了门。苏婉在银行等得心急如焚，看见丈母娘赶来，连忙把房产证交给经理核验。这套房产的市场估值在1200万左右，我们只打算先贷200万应急。就在这时，银行行长把经理叫了出去。全岛酒店的尊贵客人打了招呼，要照顾一下。按抵押物上限给苏婉下款。经理瞬间心领神会，我们按90%最高上限审批，可以贷1080万。全岛酒店的套房里，管家向我汇报，事情已办妥。我望向窗外，微微一笑，欲要使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他们已经心甘情愿跳进了我挖的陷阱。我让银行按最高上限给苏婉放款，可我没想到，银行行长为了讨好我，直接给苏婉批了1260万的全额额度。丈母娘欣喜若狂，一个劲儿怂恿苏婉全额贷出。苏婉也被说的自信心爆棚，当场决定把1260万全额贷出来，连合同条款都没细看就草草签了字。很快，1260万全额到账，苏婉的账户余额足足有1460万余元。可当他按约定给律所对公账户转入350万赔偿款，丈母娘瞬间心痛的直滴血，嘴里骂骂咧咧，咒我不得好死。她根本不知道，这350万只是他们付出的第一笔代价。苏婉和丈母娘拿着谅解书，顺利从警局把苏浩捞了出来。他刚走出警局大门，就立刻原形毕露，咬牙切齿，放狠话，说等考上公务员，一定要让我付出10000倍代价。就在他吹嘘自己面试能断层吊打对手时，考试中心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。他接起电话没几秒，脸上的得意瞬间僵住。考试院核实了苏浩的违法犯罪事实，决定正式取消他的面试资格。这个晴天霹雳让苏浩眼前一黑，直挺挺倒在马路上，双眼翻白，口吐白沫，当场引发了羊癫疯。丈母娘扑上去救儿子，反而被他狠狠咬在手背上，疼得发出惨叫。苏婉手忙脚乱，打120急救，救护车把苏浩拉到了仁爱医院。可就算到了生死关头，丈母娘依旧改不了撒泼耍混的本性。路人好心帮忙施救，反而被他大骂着赶走。苏浩还在急救室抢救，丈母娘就把所有过错怪到我头上，甚至口无遮拦说要烧了我父母的老房子。苏婉当场炸了，警告他别打房子的主意，说房子将来要留给林念熙。母女俩在医院走廊彻底撕破脸。就在两人吵得最凶时，小区保安打来电话，说丈母娘请来的几10号老家亲戚，把小区大门围得水泄不通，逼着他兑现承诺，报销路费、住宿费。苏婉焦头烂额赶回小区，最终只能掏钱了事，勉强打发走了这群贪得无厌的亲戚。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，刚开门就看见林念熙披头散发蜷缩在沙发上抽泣，两边脸颊高高肿起，才知道丈母娘为了抢房产证，
动手打了女儿。苏婉心里又气又悔，却不敢指责母亲，反而转头就把所有过错都甩到了我的头上。她抱着林念希编造谎言，说我故意设局引诱苏浩偷表，报警抓人就是为了报复他们，逼得他抵押房子贷款赔钱。连丈母娘动手打人也是被我逼疯了。果然，林念希听完瞬间忘了挨的打，所有怨恨全都转移到了我身上，咬牙切齿说要写长文，把我网暴到身败名裂。林念希怒气冲冲按下电脑开机键，可电脑主板早就被我远程锁死了，根本打不开。没有办法，林念希只好拿备用手机想发文，却又发现自己的账号被平台永久封禁，精心经营几年的账号一夜之间化为乌有，网暴闹剧彻底破产。林念希当场崩溃大哭。苏婉为了安抚女儿，答应第2天就带她去提保时捷911，还说赔完钱手里还剩1100多万。就在他们畅想着奢靡生活时，银行信贷经理突然打来电话，冰冷地通知苏婉，银行启动抽贷程序，要求他3天内全额偿还1260万贷款本金，拒不还款就会司法拍卖抵押房产。苏婉终于反应过来，自己从头到尾都掉进了我部的局里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医院传来消息，苏浩癫痫反复发作，大概率留下永久后遗症，考公之路彻底断绝。丈母娘被老家亲戚围堵追债，苏婉四处借钱，却处处碰壁，尝尽了墙倒众人推的滋味。3天期限转瞬即逝，苏婉拼尽全力，只凑到不到100万。银行毫不留情提起诉讼，法院很快判决支持银行全部诉求。我全款买的望江花园房子被挂上了司法拍卖平台，房子成交后，法院工作人员上门强制清场。苏婉和林念希哭着求宽限，也于事无补，最终被赶出小区，彻底无家可归。医院停了苏浩的药，他的病情越来越重。丈母娘也在村里彻底臭了名声，和亲戚断绝了来往。走投无路的一家人，最终站在我住了20年的房子楼下，终于彻底悔悟。苏婉哭着忏悔，不该把我当提款机。丈母娘哭着认错，不该吸我的血。林念希也终于明白对我的行为有多过分。可这世上从来都没有后悔药。苏婉一家人最终为20年的贪婪与恶毒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。苏浩癫痫后遗症伴随终身，彻底成了废人。丈母娘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，最终在城中村出租屋里孤独终老。苏婉和林念希没了房子和存款，只能靠洗盘子进工厂打零工度日，一辈子活在贫穷与悔恨里。而我也依靠10倍返还系统彻底摆脱过去，开启了全新的人生。几个月后，在马尔代夫的度假岛上，我和更懂我的沈之宇走到了一起。账户上的余额早就变成了一串单纯的数字，我终于拥有了我想要的一切。